好，真的挡不住了吗？中国大陆的汽车哦，这次要绕道攻美，全面爆发。尤其现在我们知道中东的地缘政治导致的油价现在战火助攻哦，电动车卖得更好了。那包括现在美汽、福特说要倒戈吗？希望找上中国大陆的吉利一起来合作打入美国的市场。另外就是有这个网友特别秀出来3万美元而已，就可以配上这个大冰箱跟大荧幕，网友吓坏了。我们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现在大陆的电动车真的是声势非常的浩大，尤其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一位34岁的美国的这个 YouTuber， 他叫罗伯逊哦，他就带团，一个人收费是399美元到北京车展上面去看车，而且去亲身体验这些车。他带的团员来自于澳洲、纽西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这个就是他带团哦，亲自到这个现场去看各种汽车，并且乘坐这些汽车的画面。那么团员也惊呼说：“没有办法相信美国政府不让这款车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做贩卖。尤其呢，他这一次刚刚在画面上，其实我们如果特别注意到，有一台车是这个豪华的 SUV 车哦，那被发现到说上面呢有这个大荧幕啊、后排的冰箱跟完整的配备，而且价格只要3万美元。”路透社报道说，这个呢，在美国一台新车的价格，在中国是可以买到5台的电动车的。那我们也特别来看一下呢，其实路透也整理出了说，在这次车展上面呢，备受关注的就是这一种CP 值很高的这一些电动车，而且的售价最低起价只要1.2万美元，换算新台币大约就是30几万新台币而已。受欢迎的5款车，包括了有来自于吉利的，还有50宏光的这个 mini EV， 跟比亚迪的各种车型哦，这售价都是落在大约1.2万美元左右而已。也难怪这个网红现在还可以收费带团去中国大陆亲自体验，那变成了另类的观光潮跟消费热潮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越打压啊，美国越封锁，不让美国的消费者使用中国的这个电动车，那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就越好奇中国的电动车到底是怎么样子啊？这个就是反行销啊，也就是说你一直要压制我行销，然后车商自己不用花钱，竟然是这些消费者自己花钱啊，然后自己跑去看，看了以后呢，透过网红网红他本身也可以带动他的流量。所以是双收双赢多赢的一个局面。结果这个讯息就不断的透过网络就不断的销售出去了。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从重庆我搭了问界八那时候由他们的副总裁康先生他特别赶到从上海到重庆，然后他就示范演示一次给我看就是什么叫做中国的智能型的电动车。那我们特别挑，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要求在重庆下班时间因为最繁忙的时候，对而且我要测试他们的智能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们就从车厂一直开到市中心我所指定的一个点，他不但可以选择判断哪一条路最好走，他还可以这个超车，就是该超的时候超，该停的时候停，该减速的时候减速，然后中间的整个路途中，摩托车钻过来的时候，它完全可以感受得到，这就是智能驾车。而里面的舒适度跟电影院，甚至你可以后面可以隔音，然后变成家庭的卡拉 OK。它可以完全都做起来。然后不同的位置，它有不同的音响，有不同的视觉，所以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片子。是而且相互不干扰，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内。各位想想，大陆的电动车发展到这个程度，然后我们台湾的民众一无所知，因为不能进来，所以都只能够透过这些宣传，透过像我们这样的去亲身体验过后来说的。美国这么多的消费者都不能够买得到，一无所知，也这些网红就看到商机了。所以你看，消费者自己花钱，自己跑去体验，网红带着他们赚了一笔钱，是，然后再经过他的行销，
到全世界去，所以他的网络的节目受到很大的欢迎。对，车商不用付钱，1毛钱都不用付，就有很多人帮你宣传。好，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看到这个网友哦，现在也很懂得流量在哪里，所以呢，特地飞到中国大陆带团哦，去拍摄这种各种的车子。那确实在网络上面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其实业者也有想办法，希望能够打入美国的汽车的市场，但是呢，用了哪一些方法？一共是3大招。今天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第一招就是它产品呢直接对标美国车子了。在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的报道说呢，中国大陆开始卖这种美式风格的车子。我们看到画面上这种大尺寸的车子，就是美国人喜欢开的嘛。那包括了 SUV 啊、皮卡，而且是3排座的。小鹏、问界、理想现在都全面对标要做这一类型比较大的车子。那第二招就是说，这个技术直接直插美国的本土，也是来自于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福特呢一度找上吉利，想要把他们的欧洲合作现在搬到美国。当然了，现在谈判还没有成功，还陷入在困难当中。第3招则是从美墨边境这边来做更大幅度的一个宣传跟渗透。现在在墨西哥这边呢，常常可以看到吉利。还有比亚迪、长城汽车，它的这些店嘛，越来越开越多，都在美国的家门口，离美国非常的近，而且这个电动车的价格非常的低哦，2万美元售价，即使是有50%的高关税之下，仍然能拿下墨西哥市场，而且现在市占率达到了50%，这几招就能够美国挡得住吗？会不会可以攻进美国市场？那厉将军怎么看？中国汽车的制造真的是我只能超出我的想象的快哈，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讲说全世界的这种造车，大概第一个是讲美国嘛，美国汽车业本来就很有名嘛，然后之后是日本欧洲这几个车系，但是后来美国因为它车子大，耗油量很凶，所以很快当第一次的油价这个危机的时候，那日本车就攻占了美国的市场哈。那当然现在我们也很意外的，现在变成中国车占领了全世界。销售额已经在全世界已经占了很重的一个比例。我讲几个数字给大家听现在全世界厂牌来讲，卖最多的车子还是日本丰田它一年全球的销售量可以达到1132万辆，是占第一的。可是你知道第4名是谁吗？第六名是谁？就是比亚迪，它卖了462万辆这个上汽是450万辆。那上汽它450万辆，它的意义什么呢？它虽然说名列第7可是它已经超越了福特了那第9名是吉利411万辆它已经超越了本田。所以说，如果说中国制造的这三家车行加在一起的话，事实上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丰田是。那中国之所以能够做这种，我想说，大概就消费者的立场来讲。我当要买的东西是物美价廉那中国汽车刚好可以做到这3点。物美，我们讲物美好了。这个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人喜欢开的皮卡它有这种粗犷型的皮卡，它 SUV 甚至于设计的做的跟坦克车一样，让你满足你的那种这个英雄气概的那种感觉这是它物美。那之所以内部的装潢，那就更不用讲了。那我们讲价廉好，你看这个它如果说是你这个平价款的它的这种5辆汽车，它售价可以大概1万块，美国将近可以在美国1辆汽车它可以买到5辆这种汽车价钱，所以我觉得中国汽车在这个美国来讲的话是势不可挡必然会攻占美国的市场。好，我们看到中国汽车确实这个物美价廉，所以呢，其实民间也特别研究机构做了一个最新的市调。现在说美国人愿意重新考虑买中国大陆的汽车的，现在说已经最高达到了30%，但是当然了，美国国会现在还是挡住的。那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消息是中国车企不只是拼价格，他们其实呢也开始用这些西方的人才来去在当地落地。它就是小米，它的研发中心现在设在慕尼黑，那从 BMW、奥迪、Porsche 等等。Benz 等等来挖角他们资深主管跟顶端的设计师，把自驾完全打入在欧洲。吉利目标出口要达到150万辆。杨老师怎么看？西方车厂会不会被迫，也不是被迫就是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向中国大陆靠拢？其实不是慢慢的，是已经落地了，已经去跟中国合作了。那我亲自去过北京车展，前年2024年，那当年我也去过小米的
在北京大兴的工厂，那个时候只有苏7，现在 U7，以及它那个 Vision G 那个 GT 都出来了啊，那个概念车的超跑。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一定要理解哈，现在不是什么中国的车系到外国去，然后跟对方合作，然后吸取对方的经验，然后都不是完全倒过来了。现在这奥迪跟上汽，宾士跟整个中国大陆的叫 Momenta， 然后呢 VW 跟一汽 ，Toyota 也跟当地的合作。为什么？3个特点：第一个，全球的电动车已经是中国主导；第二个，现在不是只有电动车或者是电池或者是内装设计，是整个智能化的发展，才是真正的重点。第三个是整个供应链整体的生态系都在中国，所以如果你不到中国去，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这个一个 model 换进到另外一个 model 要2年而已。以前国际这些车款大概要花到4年到5年，你才从一个 model 到另外一个 model， 哦，就是所谓的改型换代，哦，那它现在2年，而且可能更快。这个2年不是只有外观改，它是整个智能的提升。我看了一个就是这个 TikTok 上的短片，一个女生在北京地下室停车场找不到她车子，她就大声喊：“小爱同学，你在哪里？”那她的车子对远处当然看不到了，因为这地下室嘛，888回应她，然后她就走，再叫一声：“小爱同学，你在哪里？”又888回应她，哎，找到了。然后呢，再单喊：“好，小爱同学，你看过来接我。”她就自己转过来接她了。所以小爱同学就是小米的这个智能化的系统，这个智能化系统啊，以及供应链，这才是真正中国车系、中国车企整个它发展的最大的利基。其实不只是汽车啦，所有的中国科技、中国制造跟中国市场，我们现在讲中国市场说内卷，好像有点负面，错了。内卷除了在价格竞争之外，它也在你的功能竞争，它也在整个的竞争。所以，而且它又是最大的市场，所以这些国际的车系，包含奥迪啊、宾士。